沙漠玫瑰腰斩处理烂根。沙漠玫瑰烂根之后，直接从腰部斩断，重新栽种，到现在没烂也没发芽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，沙漠玫瑰根茎比较粗大，从外观上看得很明显，根茎里主要是水分，沙漠玫瑰长得好一点的，根茎都是比较粗壮的，根茎里不但含有水分，也含有养分，根茎就是储存水分养分的一个仓库，积水烂根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有时候因为根茎上一个小的窗口就能烂根。而且腐烂的非常快，这也和根茎里含有大量的养分有直接的关系。烂根之后斩腰是对的，操作上没有问题，错在一点，斩腰之后是不能立刻栽种的。沙漠玫瑰的切口窗面比较大，这个情况下栽种是非常容易感染的，有可能继续腐烂，如果没有腐烂，这也算是万幸了。斩腰之后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伤口呢？斩腰之后，这个伤口会有一定的液体流出来，用卫生纸擦拭一下，然后拍打上一点多菌灵，避免细菌的侵入，之后就放到遮阴、通风的环境里，晾3天，等到伤口完全变干之后，再重新栽种上盆，这样才能长出新的根系来。如果你的沙漠玫瑰至今还没有烂也没有长，就是还没有生根，这时需要重新挖出来，看一下伤口，清理一下，如果没有烂点就晾1天，有烂点挖掉之后，晾3天重新栽种，1个月之后绝对生根。当然需要保证温度是15度以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，并乐于分享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如果你喜欢花花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前面说到了沙漠玫瑰烂根时腰斩的处理方法，接下来介绍一下沙漠玫瑰为什么会烂根，以及还有哪些处理烂根的方法。沙漠玫瑰烂根的原因。其实沙漠玫瑰出现烂根的情况，往往就是由于我们室内养护环境通风差，配土透气性差，浇水过多，就会出现淤积烂根的情况，这是必然的。另外，冬季温度低它不生长，我们在不生长的前提下浇水，也会出现烂根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养沙漠玫瑰，保证温度不低于15度的话，就能够正常的生长。配置土壤透气性好的话，就不会出现烂根，少浇水，干透浇透，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。那么具体来说，就是以下3点原因。1. 浇水导致烂根。沙漠玫瑰它是喜高温、干旱而且阳光充足的环境，不喜隐蔽潮湿的环境，不耐水涝，特别是在生长期也不能浇水过多。如果您给它浇水过多，就会导致它肉质根处在潮湿环境，就会出现烂根的现象了。所以在养护时就需要它干透了再进行浇水，不干透绝不浇水。2. 土壤板结导致烂根。如果您的沙漠玫瑰种植久了，或者您当时栽种时选用的土壤不太好，比如原土、红土，这2种土壤容易板结，加上您没有给它加底肥，不到几个月就会出现土壤板结的现象。而且植物是靠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相互结合才生长，一旦土壤板结就会造成它根系呼吸受阻，加上环境潮湿，它不烂根才怪呢。3. 其他条件引起的烂根。比如说通风环境不太好，或者是追加底肥时还没腐熟就直接使用，或者是施肥浓度过高，又或者是细菌滋生，导致根部受损而引起的烂根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知道是这些因素引起的烂根，日后也是可以根据自己养护情况而采取措施，避免烂根再次发生。沙漠玫瑰烂根的抢救方法。1. 脱盆。在偏干的时候，用手轻轻拍打盆土旁边，然后用手轻轻把沙漠玫瑰从盆土中扒出来。如果盆土不干，就小心抽出来，泡在水里让土打散，然后检查根系，把那些腐烂的、伤残的以及黑腐的根系都通通剪掉，一根不剩，一定要确保不健康根系一根不剩的剪掉，哪怕它的主干烂了，也要彻底的修剪干净。如果不修剪干净，它就会蔓延或者感染其他部位，影响整棵植株。2. 浸泡晾晒。
修剪完以后，就把它浸泡在多菌灵水溶液里面，浸泡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阴凉的地方晾晒，晾晒干了就可以重新上盆了。当然也可以不用多菌灵，也可以用高锰酸钾溶液或者其他的杀菌消毒液都是可以，但是前提不能伤害沙漠玫瑰，这个看个人喜欢。3. 上盆。重新上盆一般不使用原来的土壤，最好重新配土。沙漠玫瑰喜欢富含有钙质、疏松透气、排水性良好的沙质土壤，可以使用营养土加花生壳，再加上一些颗粒，再加上选用孔比较多的盆，垫上一层陶粒或者泡沫，这样就可以营造一个疏松透气的环境了。如果您想用原来的土壤，需要给它的土和盆都进行消毒杀菌，在原来土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颗粒，让它疏松透气，排水好。花盆不要用大盆，用透气性好的陶盆才是最好的，保证盆土干透浇透的原则。如果您不会浇水，捏一下主干，主干软了再去给它浇水，一年四季都要见充足的光照。肥料的话，1个月1次就行了，尽可能选择磷元素含量高，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，这样它就不会出现问题，就能够正常的生长，开花不间断。上盆好了以后，给它浇一次透水，可以顺便加点生根液，提高生根的速度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养护，养上大概1个月就可以让它见见阳光。这个过程慢慢来，不要一下子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起码等它生长稳定了再晒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你家里的沙漠玫瑰烂根在哪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花花喜欢园艺，喜欢多肉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本期视频的陪伴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